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一起读一小段六祖坛经。最近这2、3期我们都在聊行有品后面的这一段话就是六祖慧能从猎人队当中避难了15年，后来他决定要出来弘法，首先就到广州法性寺这个地方。当时呢，印宗法师正在举办一场法会讲涅盘经，当时他们就在聊风动翻动的话题。那我们最近这2、3期，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都在聊，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这句话第一次我们从生命的组成层面来聊物质层面、器界，还有我们说的潜意识、灵魂的层面那第2期我们从意识观察者的角度第一意识眼睛看到东西，然后讯息进来之后，第6意识思考去悟其中的道理，然后呢，在第一意识跟第6意识运作的当下，每一个人其实第8意识、内心第8意识，随着外境的这个景物和心中在体会的当下呢，受外境影响的当下，我们内心第8意识其实同步也在运作，并且不知不觉中反映出了我们潜意识当中对于美丑、对于善恶、对于好坏的一种审美标准，并且呢，这个区隔你可以很容易的从不同的物种，比方说人跟动物之间对同一件事物的反应不同，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对比到这个差异存在。那这就是六祖慧能引导大家呢，从外在的眼视、眼耳鼻舌身意，还有包含我们在悟很多的道理、逻辑思维。六祖慧能引导大家说，大家不要只关注这些外在的形象的变化，还有法则的道理，我们要同时向内去关照自己内心潜意识深层同步的反应，并且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对外境的反应不同，我们就可以去觉察到每个人内心第8意识的状态不一样。那修行就是在慢慢的去修我们的潜意识的状态把这些我相、人相，把一些执着，把一些我们的意识形态，一些被从小到大潜移默化刻画住的一种框架呢，我们要把它超越，这是第2个层面那上一期其实我们又从科学的层面呢，我们聊到说，其实你观察科学发展的趋势从物质工业层面到能源的层面现在呢，其实科学要进一步突破的话，我们必须要从意识和精神层面要如何跟这些工业和我们能源的产品呢做嫁接，这个层面呢可能会根本性的影响到科学各个领域的运用有没有办法把人的意识，甚至说 AI，甚至说无形的集体意识，我们能不能够善用它，并且跟一些科技产品连接在一起去做新的创新这可能是科学突破的一个关键包括医学也是这样。好，那上次有提到呢，我们还要从因果的层面来聊，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就简单的从几个例子来聊一聊这句话有没有为我们带来一些因果方面的启示首先呢，我们比方说好了，我们有提到翻动呢，这边代表的是物质层面嘛。那如果说从科学角度来讲的话，一个物质的形成，它是一个因还是一个果呢？就是说，嗯，像石头，一个石头，一个金子，
或是一个棋子，它是一个物质实体，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从科学去把它分解的话，你会发现呢，它是很多的物质的分子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物质实体，形成了一块石头，形成了一块硬币等等。就是说，当你去分解的话，其实细分的话呢，到原子的层面呢，其实呢，物质实体它是一个最终的形态。我们用水来举例就知道了，水有三态，对不对？一个是结冰的状态，一个是温度升高的时候呢，融化变成了水的液体状态、流体状态，然后随着温度再提升，水会进一步变成水蒸气，就气化了，就到大气当中了。到大气当中呢，遇到温度降低，它又凝结成云雾，然后呢又凝结成液体的水珠，雨滴又下雨下来，又回到地面上，回到地面上呢，又累积成江河、河海，然后在南极、北极温度比较冷的地方呢，就又结冰变成冰山了哈。所以说，整体是一种循环性，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比方说，如果全球暖化，温度上升，南极、北极的冰山很多，体量非常大。那如果全球暖化之后呢，冰山多融化一些了，那整个地球海平面就上升1公分、2公分，那可能很多地方的气候都会改变，甚至有的地方会被淹没了哈。所以说，它整体就是影响很大。那从这边来看的话，从水来看的话，固态的水就是冰的话，是一个最终形态哈，就是最迟钝的状态就是结冰，变成固体。然后呢，当能量比较活跃的时候呢，它就动能比较强的时候，它就可以流来流去了，就像液体一样。当能量更高的时候呢，它就忍不住就气化了，变水蒸气，就在空气中飘动了哈。所以说，如果从因果的角度来聊的话呢，其实呢，固体的层面呢是流动的能量沉淀下来之后去形成固体的。因为我们没办法说从科学家或是物理学家那么专业的角度去聊，可能有的人会不好想象。比方说，如果是科学家的话，他可能会说，比方说化学元素嘛，金子的话呢，金的元素聚集在一起就变成金块。但是呢，如果分解开来的话，金的元素它也只是一种元素而已。那如果分解到原子的层面的话，其实无非也是原子核跟不同的电子这样子形成不同的轨域，就形成不同的化学分子。所以说，万事万物呢，你所看到的物质实体，包括我们盖房子，钢混结构，或是木作结构，或者是这些机械的金属、钢铁哈。如果你去研究到它的分解到它的分子，分解到最细的层面的话，其实它也是原子核跟电子所形成的。换句话说呢，我们所看到这些物质实体啊，房子啊、车子啊，其实呢，这些物质实体是一个结果。我们将这些物质实体去造成不同形状的器具。儒家有一句话说：君子不器嘛，就是我们把很多东西造成器具，但是呢，这些器具呢，一开始的话，它可能是流动的形态，像风一样，像水蒸气一样。当它没有沉淀下来变固体的时候，它是气态的。然后更源头的话呢，它可能只是能量而已。
所以仁者心动就是在讲能量的层面，我们心念是一种能量的层面。人家说量子力学啊，量子力学微观世界里面的话，其实很多法则都跟心灵有关哦，就是心念会决定微观层次的现象。巨观层次呢，这些房子啊、车子啊，不是我们的意念能够去改变它的，看似是这样。然后这些风的流动啊、水的流动啊，也不是我们意念能够去改变它的。但是如果说在微观那个能量、微观量子力学的层面的话，我们的心念却好像能够影响到能量和物质，所以才会有吸引力法则的存在。那这个东西这边是科学角度太深奥了，那我们就来聊一些比较生活化的，我们就来聊说，比方说金融、股价。股价呢，这个翻动呢，就代表着那个股市价格上涨了哈，上涨或下跌。这翻动就代表股市价格上涨或下跌。那股价开始在上涨或是开始下跌的时候呢，分析师就开始分析了。哦，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财报，赚了很多钱，比大家预期的还要高，所以就会上涨。然后财报开出来，不如预期，大家觉得开始这公司开始不赚钱了，就会跌。所以说，从股价的层面，我们也可以来看因果哈。你看到一个股价上涨或下跌，它是一个结果的层面。那这个结果出现之后呢，开始第六意识分析师开始说要找原因了，因为分析师的工作就得找原因。虽然说我们久了，我们知道上涨跟下跌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具体的原因哈，原因都是分析师后续套进去他们推测的原因，但是真正的原因不一定是这些哈，经营的部分不一定。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些股市啊，这些市场、金融市场的这些专业人士哈，或是分析人士呢，他总会为大众找出一个原因来合理化这个翻动，所以大家会议论不已。大家会议论说：“比特币接下来是要涨还是要跌呢？虚拟货币以后到底是会很好还是会很差呢？”我是举例，或者是说某一档股票，比方说半导体产业，以后到底是会上涨还是会下跌呢？就大家就在议论了。所以这个风动翻动，你如果跟这个股票市场或金融市场来连接、来体会这个场景的话，你就会很生动。这个市场、金融市场在动了，有人看多，有人看空，有的庄家在后面操盘做多，有的庄家在后面操盘做空，这些都是存在的哈。然后呢，想做多的人或想做空的人，当他布局好之后，他就开始放风声出来了。想做多的就放利多消息出来，想做空的就放利空消息出来，而且他还要搭配整个股价的价格均价达到某个位阶的时候，顺势放出利多或利空消息，它就可以带动整个走势往他希望的方向去做。那因为他已经布局好了，他该买的买好了，或者他想卖的已经卖了。那当这个大家群众的心被这些消息说动了、相信了之后，开始顺势买进或顺势卖出的时候，那这个价格的趋势就走出来了，那他就可以获利了，就是庄家嘛。那一个市场如果是大一点的话呢，它同时存在了好几个庄家，有人做多，有人做空，所以它就会锯齿状，它就会多空会有点像战斗一样，因为双方庄家都想赚钱，但是双方立场不一样，有的想做多，有的想做空，所以就形成了变幻莫测的市场。所以说，从这边来聊的话，是最简单的、最明显的一个最贴切的价格在动了，那它是一个结果。
那我们来找原因。原因的话，有人说，比特币啊相关的很多国家纳入成为法币了啊，或者说很多国家立法通过啦，或是说有的国家呢，立法通过说可以将比特币跟传统的这些金融产品啊、ETF 啊等等的联动啊，有一些进展啊，然后大家就会看好啊，或者是说大家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或者是说去美元化啊等等经济趋势啊，怕以后钱会不值钱啊，大家就想在虚拟货币里面，有点像是黄金一样有避险作用嘛，种种因素这是风动，很多的因素相关的因素呢，让大家去做出多空的判断。但是呢，六祖慧能走出来，他就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呢，这些结果的形成都不是这些因素造成的，其实就是群众的心理那如果说在这个金融的例子里面的话，那这个心动就不是指某一个人了，它指的是群众整体多数人的心动，决定了最后的结果。换句话说，比方说，当股价已经很高，当价格很高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已经快抱不住了，想卖了，因为价格很高卖了可以赚很多钱嘛。那当大部分人的心都动了，心里悄悄的想卖的时候，这时候不管有什么利多的消息，价格都不容易再涨上去了。反过来，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好的消息，大家就拼命的卖了，就跌下来了。所以说，表面上价格的波动，表面上各种利多利空的消息和背后的原因，其实真正决定这个结果的，是在于群体的心怎么想。想卖的人多了，短时间内就是会找一个理由，它就开始跌。涨的话也涨一点点就不涨了。那想买的人多了，不管怎么样，它就是拼命涨，不管什么样的原因都不管，就拼命涨。所以说，如果以金融市场而言，我们也可以说，不是价格怎么动，也不是背后有什么动能，利多利空的动能在影响，都不是的，纯粹就是群众的心怎么想而已。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那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明天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